翻译手感무합무단 원시 톡。台北。台北。いいのかな。カツ丼です。ブラック。ヤーマン。ホンダ。グッドイヤー。ホワイト。プロ。ホース。難しいのが多いな。コペン。コペン。オッケー。一応面白いね。こんなのが。好，我们今天来到了 The Boot Shop， 是 Rolling Up Trail 的专卖店。没错，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来过，其实它是在旧的店面，然后这是搬了新的店面之后，我们第一次到来。对，其实这进来之后非常的很大，远挑高，然后有很多艺术品，其实没有去的。这里不像是卖，虽然说它是卖鞋子的地方，因为靴子还是主题的，它看得出来。更像是一个呈现艺术性的一个场域啦。对我来讲，就是它是靴子主轴，但是有很多东西是辅助它去销售的，让这个东西看起来更有趣。进来闻到就是皮革的味道。那接下来也会带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款式给大家看，没错，好康一定会分享给大家的，独家嘛。对对对，毕竟在本店有没有？对，强迫来让我们知道。好，我们就自己逛一下。没错。扣本的哦，看到没有？非常经典，也是非常热卖的款式。其实这个款式在非常久以前就有，这也是作为 Rolling Up Trail 可能最初期定番款啊，对，没话讲，出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对，那以前到现在，因为我们维修有修过好几个版本嘛，是，它在然后底的配置有做一些不同的改变啊。在这之中，它的像鞋底，然后鞋面的这个裁片，其实都有做一些微的调整。像现在近期最大的改变就是他们有自己的 original 的鞋跟，他们出自己的鞋跟。对。然后这个底呢，也是他们的标志性啊。就是它是软木混，生胶混软木。对，所以它的质地会很有意思，比较 Q 啦，对啦，对，它不会踩地，也不会黏啦，是蛮特别的。这是标志性的配置。然后这个 Copen 它大家看它是5寸的筒高的配置，其实它还有出6寸，对，那之后会出8寸、10寸。应该有可能，真的吗？对，有可能啊，之前都这样子出了。对啊，但最经典还是这个5寸的配置，因为台湾也是卖最好的款式。因为这种是介于鞋子跟靴子之间的高度，靴子跟鞋子之间的高度啦，其实市面上真的比较少见。它算是应该是看过第一个这样做的品牌啦。对，这个我们有点很难定义，就有点半高不高。一般来讲，这种高度我们可能一般都会用 Chaka， 对，印象比较多的都是 Chaka， 但这种可能算是 Chaka 之后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高度配置。你看，那就是最定番款，那就是黑色的 Chronicle，Boeing 的 Chronicle。然后现在要拿出一个很特别的，有看到里面黑色对不对？是发霉吗？好像不是，不是发霉就惨了。看到没有？茶心，绿茶心。如果说这个是茶心，可能绿茶心，对，这就是绿茶心，对，不是绿茶，绿茶心，对，这个真是算是不知道是想先曝光了，因为是他们的最新的产品，对，使用这块皮革去做成产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款式。对，看这个，好，我拿这个出来好了。就是大家我们知道的茶心嘛，就是咖啡色为基底的，里面一定是咖啡色才茶嘛。那这个绿茶，对，非常有趣哦，真的是绿茶型。各位看到这期节目真的是抢先看的啦，赚到，对，加入会员我们还没有那个。对，那再来也是他们的经典款 Casper 好了啊，好，这个也是后来推出之后在台湾非常热卖的一个鞋款。Casper 它的特色就是 Hole Cut。最热卖就是一样是黑色还是最好卖，对。然后酒红色矿业色现在没有，这个也是咖色的，对。那当然特色它非常难做，因为它是 Hole Cut 一片皮，对。然后
只有节点 backstay 的后面那里裁片而已。哦，那这个鞋子的成型非常困难啊。它是要非常考验那个打板的技术。对，然后还有那个要用 crimping。嗯，哦，那这个鞋子卖的就是 crimping 的技术，还有这个打板的技术，真的。因为如果各位想一下哦，如果一片啊，平面的除了我 2D 这个地方要正以外，我这个侧面这条线也要直啊对我这里也要直，是所以其实以这个打板技术是几乎是不容许出错。这个制成是需要技术的，真的。对。然后底的配置跟 Copen 一样。嗯哦，这个也是 Rorin W 相当经典的款式。嗯，对，因为目前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做同样这个配置啊，就是可能用软木混生胶底，然后前面对啦用一块皮去拼这样子。算是很标志性的配置啊。我们看哪区好了？好，对，这一区。这一区就有比较多我们相对比较陌生，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熟悉的款式混在一起。这个很经典啊，露齿啊，啊，就是那个露齿，露齿也是他们的热销款啊。哦，这个应该不用介绍了，意大利马皮。哦，配上，还是介绍了。哎，对，一样是软木橡胶，但是跟刚才 Copen 的软木底不一样。其实是耐油胶，纯耐油胶的。对，然后它是楦头是用改良过的 Monson。就是我们以前有介绍过，40年代的时候，那个2战时期，他们很常用的 Monson，也是人家讲说最舒适的一个楦头。然后他们是稍微改，他们说稍微改一下，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脚型。对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了，因为我没有穿过。深度角度。对啊，相信如果有穿过的人，可以在底下留言一下，有没有脚感如何？有没有？那同样的楦头跟但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它跟刚才的 Copen 不一样的是，它的制法稍微不一样哦。这个是外翻，对，它是外翻 stitch down 的做法。它的做法其实就是比较像威斯口那样的做法。让双车外翻。刚好提到我们这个 Casper 的话，它这边跟正统固特异跟 Copen 一样，这边都是固特异，所以它有一个沿条收进去，这个不是。这是外翻的啊，斜面往外翻，然后再做双车线的配置。它制法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制法跟同样的楦头，它还有一个 engineer 版本。就是其实简单来讲，它用了这款楦头去做的这一系列就叫 Roots，只是说这个 Roots 有各种样式。是，这一系列就是全部都用这个楦头这样。其实很少看到 Monson 的工程师靴，非常少，真的非常少。对。所以，接下来眼睛一直被这个也是今年这几个月才刚新出的新款。对，这个是大家最近开始因为另外一个品牌 Clinch Fire 对非常开始被受欢迎他推说像这样子的款式，就是它是 Dropper， 但是它要比正统 Dropper 还要再长高一点点，高一些些。正统的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左右，有没有？然后像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发现说，它调节带可能在上面，但这种款式其实也是有，但是相对以传统来讲少一些，但只是有。他就把这样子更少见的这个样式重新做了出来，是非常有趣的。然后它是软头，真的没注意到，软头，这看起来应该是马皮啦。怎么知道？看起来，我说看起来，所以我不是很确定。我就知道，马皮。对，那底的配置也是就比较标准了，一样是配他们 original 的鞋跟。然后耐油胶的大底这样子。对，这个也是最近他们的主打商品啊，就像那个台湾那个 Classic Works 他们有进这一款，也是一下就没了。销售一空。对。这款工程师靴就跟刚刚那个Roots有相当大的区别。这个真的修漆可以看一下。哇，你光这样比较，即便他们裁片是同一个，有没有看出来裁片是一起的？但是你光换的那个楦头，那个外形差非常多，然后名字也整个换了。像这个叫 Roots， 这个叫什么？你是谁 ？Who are you? Griffin。Griffin 就是它经典的那个工程师靴的型号了。然后楦头是这样，比较窄长一点的，比较秀气一些的。那裁片是一模一样。这个制法看起来是固特异，但好像跟 Copen 有点不一样，不然好像不是很确定。等下问看看。要不然我直接问老板好不好？老板在吗？老板。老板。OK。固特異or direct weld？ ダイレクトウェルです。ダイレクトウェル。 What's the difference？ 大きな違いは、リブテープがない。あとハンドメイド、ハンドソーマーがやってるよね。そう。有我们有。ハンドソーベルトを機械でなるべくやるっていう考え方です。リブない。そう。OK。就是 direct weld 跟固特异的差别就是它的脚床
角床是直接是用皮去做出来的，直接翻过来。那一般这个是在手缝沿条指法上会出现的做法，但是他们只是维持这个角床的做法，但是沿条还是用机器去扯的。哇，那皮的那个强度要很强耶。是，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没问题啦。对。OK。じゃあキャスパーが一番、売れてる商品になりますね。非常に多分ね、皆さんだったら分か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すごく作るのが大変な商品なので、なかなか真似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が大きいポイントだと思います。なので、うちこれが一番売れてる商品になるかな。もともと僕は工業デザインを勉強してたんですね。なのでその中で素材として革が面白いと思って取り組み始めたんです。中で一番難しいプロダクトが靴だったと。だからそれにのめり込んでいったっていう、スタートがあるので、カバンなり小物なりっていうのは正直その延長に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なので、他にもいろいろ靴が作れれば他もいろいろ何でも作れるって思ってます。そうだね。例えばキャスパーの中でもグイディレザーを使ったシリーズとか、あとはこんなんとか、神戸牛の皮を使ったやつと、神戸牛わかる？神戸牛、そう使ったやつとかは、そのぐらいに出るかな。もっと本当に最近、そうやな。あとじゃあ、この辺でいきましょうか。例えばじゃあこれとか、これは茶芯じゃなくて緑茶芯なんですよ。グリーンティーコアっていうのが、これも新しいかもしれない。グリーンティーコアですね。面白いでしょ。绿茶芯茶芯、ジャパニーズ茶芯ですね。要はああいうね、こういうのもそう抹茶コアちょっと面白いでしょ。こんな感じかな。確かにもともと靴職人だったので、作るのも当然好きなんですけど、デザイナーといっても絵を描いて素材を決めて、あとは型紙ですね、パターンを作るのは自分の仕事なので、それでなんとか靴職人としてはでき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なのででも新しい製法までデザインするので、僕は例えばこの製法にはこの機械が必要だろうとか、そういうオペレーションを考えるのもデザイナーの一つの仕事だと思うし、そういうのを職人さんと共有しながら作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のは今でも楽しくやれてるかなと思います。好，我们刚才也看了非常多这边非常热卖的鞋款没有，就是真的可以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啊。尤其是你对鞋子工作鞋有兴趣的，不光那个外形、制法、鞋底，你一个一个鞋子摸你就看不完了。如果你对于制鞋工艺非常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多留意一下 RDT 这个品牌 Rolling Up Trail，然后他们在制鞋面跟鞋底上都有非常琢磨的细节在里面。那你可能想知道，你就多问他们，他们店员都非常的专业。是，因为我觉得 Rolling Up Trail 最大的特别就是它不拘泥于传统。但是他又会把传统的东西工艺融入在他们产品里面去。我觉得他那个 balance 做得非常非常好。确实。对，就像是我刚刚他为什么用绿茶芯？因为他们说绿茶其实是日本一个很普遍、很国民的一个饮品。他就把这样子日本文化的东西融入到他们的产品里面去。是。然后包括店里的那个一些摆设跟艺术品，还有包括最近德文先生他其实都有一些除了鞋子以外的，包括配件、包包的产品。这个比较像是他个人兴趣去堆叠出来的这一间店啦。对，像对不起，刚刚看的这个是使用野口蛹的
这个灯罩，然后钱然后手绘，对。他刚刚跟我说，我刚刚问他说这个东西很贵吗？有没有意识到是野口勇？他跟我说灯罩很贵，手绘很便宜。哦，手绘竟然比一般大家会认为手绘比较贵，但是没有。灯很贵，画很便宜。因为德永其实他之前他旧店的时候看到他会有跟一些包括陶艺家、日本陶艺家的合作，然后有一些精工的作品，对，然后就是都是跟日本文化做结合的，相当有趣。那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如果来浅草，一定要来这边朝圣一下。没错。那最后我们再请罗宾 W 的主理人德永先生出来跟大家说声嗨 ，OK？ 一不手。好，那我们谢谢德永先生今天让我们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好，然后大家来浅草的话，千万不要错过 The Book Shop。OK， OK，谢谢。拜拜。